的皇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别划走，且听我一一道来。杨宪荣出身于泰山杨氏这是魏晋时代著名的豪门贵族。虽说是个大家闺秀，但跟皇室根本沾不上边儿。杨家呢也从没想过要把女儿嫁到皇宫里，但是他的人生却被八王之乱的参与者赵王司马伦给彻底搅乱了。公元300年，赵王司马伦用一碗毒药毒死了晋惠帝的第一任皇后贾南风。那么后位空缺该怎么办呢？司马伦准备给晋惠帝挑个新皇后，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司马伦的宠臣孙秀身上。该挑谁呢？贾南风给他们这些皇亲国戚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。他不仅长得是又黑又胖，还嚣张跋扈，心狠手辣，既戕害妃嫔，也谋害太子，简直是人神共愤啊！贾南风的前车之鉴让司马伦和孙秀都心有余悸。这次他们要挑个温柔贤淑的，绝不能才出狼窝又入虎口。孙秀左思右想把自己身边的朋友挨个筛选了一遍，最后选定了杨玄之的女儿杨宪荣。女子出嫁本来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儿，何况呢又是进宫去当皇后，可对杨宪荣来说却是不怎么愉快的回忆。那一天，锣鼓震天，鞭炮齐鸣，凤冠霞帔的杨宪荣搭着丫鬟的手慢慢上了花轿。可忽然之间，杨宪荣的嫁衣竟着火了，谁也不知道这火是从何而来。杨宪荣吓得花容失色，慌慌张张的婢女们迅速扑灭了火。幸好火势不算太大，嫁衣也没烧毁。杨宪荣毫发无伤地坐上了花轿，被送进了皇宫。不过嫁衣被烧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是上天给杨宪荣的警示。可他除了顺从旨意，别无他法。当皇后是他想拒绝也拒绝不了的宿命。杨宪荣一进宫就得到了晋惠帝的宠爱，有贾南风那个丑到生无可恋的女人在前，天生丽质的杨宪荣差点没让晋惠帝乐晕过去。天底下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之前我还以为贾南风最美呢。瞧瞧司马同学这智商也是没谁了。晋惠帝很满意这桩婚事，也很满意这个新皇后。和公主，但这个晋惠帝不仅是个弱智，还是个傀儡。朝中大权呢，都掌握在赵王司马伦的手中，皇后也不过是个摆设而已。想母仪天下，做梦吧！说出的话还不及司马伦吐的一口唾沫。更让杨宪荣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个皇后宝座居然成了一块烫手山芋。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，八王之乱爆发了，整个西晋王朝一直上演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权力争夺战。杨宪荣的命运也像坐上了过山车，大起大落。公元303年，成都王司马颖从赵王司马伦手中夺取了大权，居然废掉了杨宪荣的后位，将他贬为庶人。同年7月，左卫将军陈轸恢复了杨宪荣的后位。没多久，河间王司马扬的部将张方率军攻入洛阳，再次废掉杨宪荣的后位。弹指一挥间，杨宪荣又在长安重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，简直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。短短几年功夫他就经历了几番费力。他从刚开始的错愕震惊，发展到后来的宠辱不惊。废除他的皇后之位，不过是后一个战胜者向前一个战胜者耀武扬威而已。杨宪荣想不到，这闹剧还没完没了了。公元305年，这次还是那个大将张方又一次废了杨宪荣。同年，平西将军周全又尊杨宪荣为后。谁知道一顿饭还没吃完，洛阳县令何乔居然打败周全，再次废了杨宪荣。这样费费力力的日子让他很是疲惫。每天醒来，他不知道面对的将是被废，还是继续手执凤印。公元307年，晋惠帝中毒身亡，他的堂兄弟司马炽即位，就是晋怀帝，又尊他这个嫂嫂为晋惠帝的皇后。从此他幽居深宫，再也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。
风雨飘摇的日子里，杨宪荣不敢奢望什么是岁月静好。持续10多年的八王之乱，早已将这个刚刚完成大一统的王朝搞得千疮百孔。匈奴、鲜卑等少数民族见有机可乘，开始纷纷攻入中原。公元311年，北方匈奴大将刘耀包围了洛阳城，随后又一举攻下了长安城。此时他唯一的女儿清河公主也因战乱流离失所，竟然被卖身为奴。作为皇后，她也自顾不暇，因为经历过五废五立的事儿，她早已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她不知道下一个等待她的命运又会怎样。没想到长安城破的那一天，刘耀在后宫见到了已年过30的杨宪荣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骁勇善战的刘耀心动了。杨宪荣已经不是17、18岁的小姑娘，岁月早已将她打磨成一个有着成熟风韵的魅力少妇。她一举俘获了刘耀的心，也从此改变了她的后半生。由此，她又第6次被立为皇后，而且还是另一个国家的皇后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杨宪荣最终的结局究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，让久远的故事更加接地气。我是曾子航，欢迎点赞并关注。